黑火药中的主要腐蚀成分呢，就是硝酸钾。像我们现在这种 smokeless 的火药呢，一般不会添加硝酸钾，而且像现代的子弹头啊，它的铅层外面啊还包了一层，它叫 jacketed， 几乎已经看不到膛线了，就觉得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事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巴拉。上次啊去靶场打枪，我试了我的格洛克20。如果好奇格洛克20的开箱，请看这里。然后用它呢也适配了不同的枪管。关于我换枪管的视频，请看这里。打好之后呢，也一直没有清理。然后最近呢看了那部电影《周处除三害》，深刻的感受到啊，自我防卫的手枪需要保护。如果在紧急关头真的出了状况，那我的小命也没了。好在啊，陈桂林的枪呢是没有问题，问题的呢是子弹。如果大家好奇陈桂林用的那3把枪，请看这里。今天啊，我准备了一下做一个格洛克的清理。说实话，上次去打大口径的手枪，由于大口径的子弹也非常的贵啊，而且呢也很正手，打了一会儿呢，感觉这个手腕都不是我的了。差不多我10毫米打了10几发，然后 40 的话打了50发左右。相较之下呢，40的子弹在10毫米的 frame 下面呢，非常的顺手，也非常的容易控制。所以我那天呢就更加有一点排斥10毫米，因为大脑肯定告诉我啊，40比较好玩，然后呢也打得中目标。如果看视频的你是男生，同时呢你又想建议身边的母亲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参与射击运动的话，尽量的呢从小口径开始，比方说呢点22 LR 子弹，让他们对射击产生了一个好感，他们会感觉怎么百发百中，还要拍照片晒社群。一个好的兴趣养成就是一个美好回忆的开始。然后呢我们再介绍和推荐不一样的口径给他们去尝试，保持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啊，像现代设计格洛克这个枪啊，打了100-200发没有必要去清理它。拿我其他的格洛克来做例子的话，我也有那些打了几百发很懒得去清洗它，但它也没有出现故障的情况，甚至于我其他的朋友打个1-2000发都没有发生故障。如果你去网上搜那些专业做 torture test 的 YouTuber 的话，他们会拿一把枪连发着几万发，也没有清理，但是呢也不会发生故障。但是呢枪与枪之间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1911是上个世纪的设计理念，它在结构上呢有很多部件，清理起来啊也更加的繁琐，与其叫清理啊，还不如叫保养。就像我们买车一样，把关键部位的火药啊还有碳沉积物啊给清理掉。再来呢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金属和金属摩擦的地方，时常呢都需要上油保护，保证它的光滑。虽然我们现在的子弹呢不像以前的那种黑火药是具有一定腐蚀成分，黑火药中的主要腐蚀成分呢就是硝酸钾，它会和湿气呢做一个反应，变成了腐蚀性的化合物，例如呢氢氧化钾。如果残留物不及时的去清理的话，那有可能会腐蚀金属。所以在黑火药的时期啊，及时清理手枪啊就是很必要的了。像我们现在这种 smokeless 的火药呢，一般不会添加硝酸钾，所以呢也没有腐蚀金属的这个顾虑。而且像现代的子弹头啊，它的铅层外面啊还包了一层，它叫 jacketed， 也不会很脏。打完之后呢，铅残留物呢也不会很多。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格洛克20啊，拿回来之后呢，可能我的 carrier 已经把一些枪的表面上的残留物呢给磨掉了。如果我们凑近看一下枪管架面的部分，还是有一些白色的物质，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它呢就是火药的，还有一些燃烧后的烟灰。现在这个枪管呢还是40枪管，大家可以看到是银色的，我觉得这个黑银搭配也是非常好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拆格洛克看一下。又轮到这个拆枪废指甲的时候啊。我这一把呢是格洛克 Gen 3，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滑套是有一点深黑，其实它有一层 Tanifer finish， 非常的光滑且耐磨，可以看到它的细节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刮花，而且它非常的抗腐蚀。如果你仔细看这个 slide 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像铁锈一样或者是像黄铜碎碎的东西，其实呢这是格洛克自带的个 lube。把它买回来之后呢，我也没有上保养，我就直接拿去打了，然后呢也一次没有卡，可以感觉到格洛克的可靠性啊是真的很强。像这个 recoil spring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只有单根的，因为我这个是 Gen 3，到 Gen 4的话它已经是 dual recoil spring， 就是有2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银色啊一点都不脏啊，稍微有一点的碳沉积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arrel， 这个 barrel 呢好像是有，这个 barrel 就更加
加的容易看到了，就是这里会有一些黑黑的，然后这里呢也有一些灰灰的，糖线里边也有黑黑的，几乎已经看不到糖线了，就觉得因为它糖线地方都是黑的，所以它几乎感觉像平的一样。还要注意轻到的一点呢，就是这个 fee ramp。什么是 fee ramp 呢？就像一个高速公路入口，它有叫 ramp， 大家有没有觉得它长得就有点像高速公路的入口？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也挺脏的，黑黑的。fee ramp 这里呢是要好好的清理，因为它很关键的，因为子弹是从这里被提进枪管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待会儿要好好的清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体，感觉不到脏啊，在这种银色的部分也能感觉得到，我稍微用手摸一下，稍微有一点点脏吧，但是肉眼是很难见了，就是握把的地方也没有很脏，手摸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ejector 它有点往里歪，如果是格洛克9毫米的话它是直直的，10毫米呢它是有点歪，可能因为10毫米的子弹它比较胖胖的吧，所以打到 ejector 的位置稍微和9毫米的不太一样。它的任务呢就是要把子弹给往外踹啊。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也挺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东西，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的银色的这个东西它叫 trigger bar， 这个勾勾呢挺脏的啊，它顶到的是这个东西圆柱体，大家还记得这个圆柱体是干嘛的吗？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引力也抓不了它，但是如果我这个给它一按，撞针可以随意的活动，它就是一个 firing pin safety， 格洛克另外一个保险啊。撞针让它进去吧，撞针让它进去。它是被谁顶着呢？它是被这个小勾勾顶的啊，小圆柱体和这个小钩子的衔接的部分有可能就是让你感觉有沙沙的感觉，所以这个 trigger system 呢是要好好清理一下的。如果它们俩接触的表面比较光滑的话，对枪的可靠性也非常有帮助的。下体上面这些金属凹槽和上面的金属滑轨可能是直接摩擦的，衔接的部分呢也是要清理的。总体来说，这个枪打完之后，大概那天我们加起来打了有几百发吧，但是这个枪还是非常的干净啊，真的可以感觉到格洛克为什么是可靠的代名词。好，那差不多这就是我所要清理的地方哦。还有一个，这个是10毫米的 barrel， 因为那天也打了，所以今天呢我也会给它清理一下，然后保证呢下次也能顺利的使用。好，那我就来介绍一下我平时擦枪的一些工具吧。首先呢就是我会把家里邮箱，就是我的收信的邮箱里边拿一些广告纸，因为我想它反正也生产出来了，如果再次利用的话能更加的环保，不至于马上给它给 recycle 了。然后我还有一件不要的衣服，我会用它剪一小块出来擦一些多余的油啊，还有呢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工具，像刷子啊，一些这种棉签，去勾到一些手指勾不到的地方。然后呢我选择的产品有2样，一个是 solvent， 就是它溶解沉积物的一个液体 frog glue， 这个东西的味道闻起来像风精油啊，然后是同一个牌子的油，这个呢是我会在最后一步擦一层油，主要成分呢是 coconut oil， 所以也是非常的环保，而且它是天然的，就算碰到它了对我们不是很有伤害。再用布把它残余的那些油给擦掉，先刷把那些东西松弛一下，然后用我们 solvent 把它给溶解了，吹风机给它加热一下。这个道理呢就像我们新买了一个铸铁锅，然后拿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给加热，然后上油，然后呢我会再上一层保护油，这样呢保证它下一次使用是非常的顺滑。所以就2个产品。好，逐一介绍之后呢，我现在就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就用一个刷子把最脏的这个东西呢先给解决掉。你稍微进去的时候呢要打转，因为那个糖线是转着的，然后保证你要弯到底，然后呢再出来。然后同样这个也给它转。最重要的呢就是枪管，因为它是最脏的地方，然后把它给拖出来，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脏啊。好之后感觉它一粒一粒的小东西，感觉用这个刷子进去搞一下就非常的不错了。然后我们稍微用这个solvent 去溶解一下，稍微的往里面喷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手套，给忘了，无所谓了。
我会买一个大罐的，倒进小罐，因为它这个喷头很好使用。我会呢拿一把不用的小牙刷，稍微的抹一下。Trigger System， 如果你的 trigger 感觉有点沙沙的、含糊不清啊，就尽量的一定要把这块部分给好好的搞一搞，因为它能大大的帮助你 trigger 变得更加的顺滑。大家可以看一下，简单的，即便肉眼看它有一点，但是它已经是黑黑的了。虽然这个液体挺天然的，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刺眼睛。其实我觉得每次在做清理枪的时候，如果你安安心心的来清理枪的，是一种还蛮好的享受，就是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还记得它叫什么吗？这个小钩子它叫 extractor， 这也要好好的清一下。这个视频演示过，如果脏了的话呢，你的 feeding 也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嘛，我们要好好的把它给刷一刷，firing pin 周围也是要好好刷一下，因为它离子弹最近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刷子已经很脏了，就剩下的就是这个了。这种黑色的更加的看不出来，但是它很脏。差不多等了3分钟左右，再用吹风机把它们稍微加热一下。这是我不用的一个吹风机啊。它们有一点温度了之后呢，拿一块小布条把它们擦干净。这些外面的地方呢，就稍微可以擦一下。可以通过像这样子的工具。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我40比较脏一点，40的枪管很脏，清一下。Safety， firing pin safety， 要擦一下 ，firing pin 周围要擦一下，所有的金属部件要擦，好好的擦。然后下体上面的金属部分更要擦，因为它是直接和上面金属部分磨合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擦。然后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trigger bar， 它按那个 safety 的小按钮一定要擦。trigger bar、trigger system 后面这个整个的金属的地方都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它这个 slide release 要好好的擦一擦。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上油。上油呢可以选择一块干净的布，再拿一块干净的布，然后稍微挤一点。这块布呢是完全带着油的，所以你可以让它擦任何地方。它所到之处呢，就是会被油保护。它所到之处就上面上油，所有的所有部分都会上下油，我们看一下就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呢，我会用一块布把多余的油给擦掉。我下次还会打40 Smith Wesson， 所以我还是把40给装进去吧。好，那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